既然贸易战已经打响，赢家和输家就不可避免的会出现。那既然如此，如果让您参考以下视频，您认为最符合您预期的结果会是哪一个 ？A. 赢家迅速 KO 对手，这意味着其中一方经济迅速崩溃。B. 打满几个精彩回合后，赢家以较小代价 KO 对手，这意味着经过几年博弈以后，输家经济彻底崩溃。C. 双方实力相当，最后以点数决出输赢，这意味着双方的经济表现各有千秋，没有明显的输家。决赛选手赢了不少钱，没进入决赛的选手各有得失。D. 赢家以 TKO 方式获胜，这意味着输家在政治动荡或经济衰退中退出比赛。E. 双方以相互击倒的方式区分胜负，这意味着双方经济全都严重衰退，类似于全球大萧条啊。F. 输家在昏迷不醒后离世，这意味着输家像苏联那样不复存在。我先给出这么多选项，请您选出符合您预期的选项啊。当然了，也欢迎补充其他结果。如果让浑水报告来选择的话，我会说美国一定是输家，区别只在于他以什么方式输掉比赛。如果后果足够严重的话，他会在昏迷不醒后离世。原因很简单呢，美国人对分不清性别的民主党已经彻底失望。如果再对共和党失望的话，他们就没有任何指望了。此时的美国，就算不变成10几个国家的话，也会有2大党派分裂出10几个党派，会成为第2个欧盟或者第2个德国。不再是全球首席经济强国，彻底失去超级大国和全球霸主地位。或者干脆这样说，特朗普的贸易战把全球政治进程加快了5年以上。美国很可能在2028年就沦落为世界第2大经济体。原因很简单，随着美元地位的急速下降，世界各国 GDP 的统计方式呢，不再以美元计算，改成以购买力平价来计算。如您所知，以那个标准去衡量的话，人们在几年前就知道世界经济的冠军是谁了。然后呢，我们就需要对2个问题展开分析：一、美国为何会输；2、美国失败以后，世界会有哪些变化？而今天的报告只分析美国为何会输，想听第2个分析的朋友，您需要点击关注，才有更多机会。美国为何会输呢？如果展开说的话，那就没意思了，因为不但要讲完美国通史，以证明美国的文化基因存在严重缺陷，还要啰里啰嗦的进行无数项哲学、经济学、社会学和人类学举证，才能令人信服。哎呦，这就有点累了。而我正在勐海的大山里探查。我不想坏了茶兴啊，所以呢，让我简单的概括美国失败的原因，只有一条。美国已经到了资本癌症的晚期，它正在咳血呀，非但不调养，还对所有人发起挑衅，其结果能会怎样啊？美国的出拳方式呢，也很能说明问题啊。这一开局就使出重拳，表明他很想在短时间内击倒对手，因为他知道自己熬不了多久啊。在这种情况下，美国的对手甚至不需要使出重拳，只要把美国溜来溜去就行了。而美国呢，他每打1记重拳就吐一口老血啊。比如美股在2天内蒸发几万亿美元，而美国对手要做的就是不被满地的老血给滑倒啊，然后在心里默默的倒数5、4、3、2、1，倒。就是这样。美国的病情如此严重，多达9.2万亿美元债务在今年到期，而其中6.5万亿美元于今年6月份到期。现在是4月份。如果您是美国总统，您有什么好办法在2个月内筹集到这么多钱呢？靠发债肯定是不行的。美国要给多高的利息才能在2个月内筹集到6万亿美元呢？这已经不是利息问题了，甚至都不用考虑美联储跟着加息的问题。只要市场看到美国政府用高利贷借钱的话，恐慌情绪就会瞬间喷发。而此时，特朗普能想到的办法，恐怕只有一个。与其让市场为美国危机感到恐慌，还不如通过关税大战把全世界搞乱，从而把对美国危机的恐慌转移成对其他国家的担忧上。此时，胆小怕事的投资者呢，就会寻求避险措施，而特朗普则压住这些人呢，依然把美债当作首选避险工具。
等他们抢购美债的时候，供需理论就会发生作用，美债会因为供不应求而降低收益率，既能避免美联储加息，也能在短时间内释放大量的美债，那说不定能搞个几万亿来缓解美国的燃眉之急啊！所以呢，特朗普希望世界越乱越好，他不怕搞事儿，并压住人们逃往美债。但仅仅这样是不够的，美国的财政窟窿太大了，美国必须在赢得短暂喘息以后呢，再赢得战略上的长期收益。这时候，特朗普就会想到美国在二战中崛起的经验，也就是当全球动荡而唯独美国安逸的时候，世界人才与资金流就会逃向美国啊，这是他的幻想。但除此以外，他想不到别的方法了。于是啊，美国舰队和战略轰炸机就扑向中东，瞄着伊朗而去。放在10年前，也许美国早就动手了。到现在呢，特朗普有点心虚啊，他在观望金融赌局的结果，也在观望伊朗方面能获得多少支持。如果金融赌局失败的话，他打算按下战争的按钮。这显然是比金融赌局还要大的风险呢，搞不好会搭上整个以色列。所以呢，他必须在美国退出乌克兰战争以后才敢去干。这就是为什么他要逼着乌克兰接受停火。如果就是不停火的话，特朗普呢也要强行退出，他会宣布全面终止对乌克兰的援助。但他不会退出北约啊，因为一旦跟伊朗交战，他需要用免除关税做诱饵，迫使北约成员国一起参战。所以呢，在对伊朗开战以前，特朗普不会免除北约国家的关税。特朗普显然希望在美国将死之前，以制造全球危机的方式重现美国在二战中渔翁得利的奇迹，来挽救美国。但这个逻辑，充满矛盾呐。其中最大的变数就是美国的工业实力远非当初。所以呢，不管特朗普的经济威胁还是战争威胁，实际上都是讹诈成分多于实际操作。这是我的预判呢。也就是说，如果讹诈不成功的话，他不敢把贸易战打得太久，甚至不敢对伊朗开战。因此呢，如果乐观估计的话，也许特朗普在 A 计划的贸易战和 B 计划的枪战之外，还有一个 C 计划。我不知道该不该说出对 C 计划的猜想啊，因为听起来过于离谱啊，很容易引起一众嘲笑。但谁让我的脸皮比较厚呢？干脆说出来吧。C 计划就是特朗普在 A 计划失败、B 计划不敢启动的情况下，会马上转向自己的反面，向敌人示好。那说白了就是向真正的赢家示好。就像他对拜登政府的背叛那样，让美国从俄罗斯的敌人变成俄罗斯的朋友。你知道啊，让特朗普宣布谁是他的朋友，可一点都不难呢。所以呢，他可以轻易宣布通过私人关系解决了国家矛盾，并认为可以停止关税战了。那好吧，让我们想想看，当他这么做的时候，美国股市会怎样呢？全球股市会怎样呢？人们会在飞涨的股市里咒骂特朗普吗？如果股民懂教训，这世界就不会有股市，更不用说特朗普可以再进一步宣布取消一些制裁跟限制的话，股市还会进一步的上涨了。这其实并不难呢。如果把工业投资转移到美国的努力失败了，特朗普就会要求其他国家接受美国的投资。比如要求他国的明星企业到美国上市，是赢得美国信任和恢复与美国关系的关键举措。而我们都知道，有些很棒的企业并没有在美上市啊，并且强迫某些企业出售股权的做法呢，也是特朗普首创的。他要求这些企业在美国上市，有什么不可能呢？如果这一步还不行，那就干脆股权互换，让两国资本相互参股。美国大而烂的公司实在太多了，无论是汽车产业还是飞机制造业，都不乏这样的公司。把这些公司的军工部分拆分出去，并要求参入世界最强工业国的资本作为互换条件，美国资本呢也要参入对手国的明星企业。如此一来，是不是看起来很符合特朗普的互惠主张呢？
这当然不是互惠，因为这是以劣质资产交换优质资产，并且具体条件呢也会偏向美国的利益。但如果特朗普就这么要求，并把它当作结束关税战的筹码，是不是等于为关税战留出一个匝道出口呢？这条出口可以让特朗普保住脸面，甚至让他宣布另一种胜利，与赢家在一起的胜利。那至于输家是谁，我想必须是欧盟啊。